好，接下来我们要特别来关心，在中东国家，现在伊朗的暴动越演越烈，正式进入到第2周了。有一个说法，背后有没有可能有美国的 CIA 在后面推波助澜呢？等一下会来一起关心。反制美以的联手威吓，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来看到中俄伊朗则是举行联合军演。好，赶快来关心到的是，现在来看哦，最近的伊朗越来越动荡，就是因为它内部其实有非常多的问题，除了通膨不断的飙升之外，伊朗的货币也在暴跌，并且经济持续的衰退，民众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于是走上街头抗议，爆发了严重的警民流血冲突，进入到第2天。街头上呢，其实等一下我们会来看画面，包括警方都祭出了这些催泪弹来驱离抗议的民众，愤怒的民众甚至是摇铁门、烧车等等，非常的严重。而且这一起冲突是2022年阿米尼事件以来最大的一次抗争，一共是在31个省当中，已经有25省爆发了严重的抗议哦。整个这个25省里面呢，简直是陷入了一个瘫痪的紧急状态，170个据点爆发抗议，有造成16人死亡，并且逮捕人数现在有超过580人了。示威者高喊打倒独裁者。我们来看到最高领袖哈米尼也在这个时候出来说了，他定调这一场抗议叫做是受到，如果你出来抗议就是受到外国煽动的这个暴徒。那哈米尼说完之后呢，川普就立刻出来警告了伊朗，也就是哈米尼当局，他说如果你的伊朗安全部队啊敢对这些示威民众开火的话，我们美国将会出手帮助示威民众。他也强调哦，枪都已经上好膛了，去呛这个哈米尼。所以 Russ 怎么看？伊朗会是下一个川普派兵的国家吗？之前他以核的理由来做轰炸，这一次是会不会就真的出兵？特种部队会不会抓走哈米尼 ？Russ 怎么看？还是认为可能性不大。中南美洲真的是不一样。我们都知道中南美洲是美国的后援啊。然后说实在 ，Venezuela 虽然有购买这些防务系统，但是其实他们的军事能力后来发现真的是很弱，甚至很容易。蔡委员刚刚说，其实他们很多那边官员、军官很容易被收买了。那伊朗真的没那么容易了，而且过去这个美国在伊拉克跟阿富汗的经验也不是很久以前。所以，其实美国人是觉得，这样对 Venezuela 是可以做，是 OK， 我们支持可以接受。但是在地面入侵一个中东国家，我认为美国人是不是很支持了？所以或许川普会想用其他的手段，比如说经济制裁，但是问题是经济制裁已经是有了，针对伊朗经济制裁已经是有了，那也是可以用网络上一些相关的手段。来帮忙示威者，我破坏国家安全系统的能力，也是有这个选择。那另外也是可以警告其他的国家，不光是俄罗斯、中国，不要介入，你要让示威者上来，推翻这个现任政府。那美国也是可以用这个做法，但是地面入侵，我觉得是这可能性是不大的。好，但是我们也回头来看，说这场示威引起的原因，真的是因为当地的经济不好吗？还是有没有可能？因为现在网络上也有个说法是，川普背后力挺，在 CIA 这边做煽动，委员又怎么看？务必制服而后重生，这绝对是100%是伊朗自己搞出来的，然后让美国有机可乘。这因果关系很清楚，为什么？哈米尼啊，是以一种很有修养的教士，可是他的家族竟然是伊朗贪污腐败最大的集团，5个教士家族，带着宗教的面貌，控制的经济腐败的不得了，然后再加上他的革命卫队，就是他们的黑熊跟青苗，用革命卫队的名义掌控所有经济，连进出口都要跟革命卫队缴税，然后国防军没有钱，因为财政部收不到什么税。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当然接下去如果他好好去把经济给整顿，就他不是花很多时间在管女人的头巾，这个实在是很奇怪，不管老百姓的肚子，管女人的头巾，然后这是一连串奇奇怪怪的措施不提，他把整个伊朗的经济完全给冻结了。你说美国制裁影响他经济，他自己冻结的更厉害。什么叫冻结？
你要开任何行业哈，投资任何机构，要看看革命卫队有没有投资这个行业。已经到了经济体制被封锁了，那革命卫队钱多到什么，可以跑到伊拉克炒地皮，整条街都买下来，然后国防军哈拉一部飞机都没钱买，为什么？因为国防军他认为太中立，不可靠，革命卫队靠自己，那革命卫队每一个人捞钱都捞得肥肥的，然后搞导弹捞钱，搞无人机捞钱，它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集团啊。那有没有能够推翻它？还真的没有能够推翻它。这种集团，那可是一定要会使得伊朗会慢慢走向民生凋敝，那一群统治阶级生活过得很奢华。现在局面已经出来了。那如果这些街头抗议的人啊，他那一定会被不满，会被美国 CIA 给煽动啊，而且煽动成本又很低，不需要像委内瑞拉付5000万美金，不用啊。煽动成本又很低，那未来会怎么情形呢？我认为最可能是美国跟以色列会联合做斩首行动，最便宜的。为什么？你如果今天革命卫队或者是什么保安部队出来对这个示威者开枪，美国最简单的做法就派飞机把那个安全部队总部给炸了，很便宜啊，不需要花什么成本啊，所以。如果是哈米尼最好躲好一点，对不对？哈米尼旁边如果没有被收买，比较难收买，因为他捞了很多钱，会给底下的很多钱。这个跟那个马杜罗不太一样，捞了钱哦，他老婆拿走不给旁边人分，这是差别在这里啊。他很会，就是家族控制的啊。那人多势众，所以推翻不容易。可是如果一直在抗议，美国就借这个理由，你谁开枪我炸谁，你谁开枪我炸谁，对美国不稀奇啊。他们以前的革命卫队的司令官不是被炸了吗？苏梅哈尼不是，苏梅莱尼嘛，被炸了吗？还有以色列不是把那个哈马斯的头子给炸了吗？所以，我只是说哈马尼最好躲好一点，你要跟黄金一起埋葬是有可能的。好，所以我们看到伊朗民众对于当地的经济还有政府的不满情绪哦，让美国有机会在此介入。那其实伊朗对川普美国对伊朗虎视眈眈，也有一些重点的原因啊。我们节目整理出了4个，带观众朋友来看。第一个就是因为石油，因为伊朗有很多的石油嘛。那第2个就是伊朗可以控制的荷姆兹海峡。第3个就是有关于以色列的安全。最后是他希望可以趁机打击中国在这边的影响力。我们先来看到石油，伊朗现在拥有全球10%的石油储量，90%卖给大陆。第2个，荷姆兹海峡，它每一年控制了7.5亿石油的经过的地方哦，它有这个重要的战略的要冲，占全球海运原油1/3，全球产量的1/5。以色列的安全是因为呢，当时不是有这个以伊战争吗？互相打哦，那伊朗打破了以色列的铁穹神话，美国和以色列只是重创了伊朗的防空，但是现在美国更担心的是，在大陆的帮忙之下，伊朗根据了解有能力年产3000颗的这个飞弹，所以对以色列的安全形成了威胁。最后，他希望可以打击中国大陆在这边的影响力，尤其是针对中东国家的影响力。所以我们看到了大陆，他也找来俄罗斯，找来了伊朗一起军演，是要对美国叫板吗？舰长怎么看？我们刚刚从手板上已经看到了，全世界有那个石油储量第1委内瑞拉，第2个也就沙烏地阿拉伯，第3就是伊朗。那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但是匹夫不是完全无罪啊。那刚刚那个郑源老师已经讲了，你的这个政府高层的这个教派领袖，你其实你本人很清高，可是你的家是就是演出一副很清高的样子，但是你的家族贪赌的非常厉害。我们不要忘了，无论是我们讲到的1989年巴拿马诺瑞加的这个正义之师行动，诺瑞加也是贪得一塌糊涂。那还有现在我们讲的委内瑞拉，那现在我们看到的伊朗也都是如此。也就是你越是贪腐的环境，越容易让美国的 CIA 可以更容易渗入。那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金砖国家呢，是不是在跟美国叫板？其实不是，而是呢，这个也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啊。那也就是我们现在刚刚有讲到联合国的角色，可是联合国的角色非常的没用，因为它有这个常任理事国的干扰，所以
现在我们看到金砖，它虽然称不上说是可以取代联合国，但是是可以跟代表的与美国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国际集团。那也就是透过这个方式，然后现在他们讲说要进行军演啊，叫做和平意志2026，也就是说。这一个演习，他把一大堆国家叫来，那大家会怀疑啊，说这个有关于俄罗斯也在里面啊，那这里面到底代表什么样的意涵？其实跟大家报告，中国大陆早就在做如何的让俄罗斯的装备可以成为中国大陆体系化的一部分。好，所以一边我们看到其实有另外一个集团，中俄、伊朗等等，大家联合起来。但另外一边，我们也看说，川普这一次对伊朗动手，会不会也是想要打击大陆？杨老师怎么看？其实，委内瑞拉这个事情啊，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有2点啊，大家可能会被西方媒体误导，好像腐败的国家、经济落后的国家、人民受苦的国家，美国的正义之师就可以这个不顾一切的进入到这个国家进行斩首的行动，换一个政权。我觉得那全世界腐败的国家太多了，哦，这不是理由。那第二个是，那是因为要去针对中国跟俄罗斯，尤其是中国大陆的这个势力扩张，我觉得这也就这个个案而言，其实勉强了。哦，那当然都有关系啊，因为中国的这20年的发展，它的经济以及外交、地缘政治的层面，当然影响是全球性的。那当然，美国的一切的行动都是因为针对中国而来。这个也太台湾的青鸟思维了，哦，我倒觉得针对伊朗的部分，那是有可能的。那主要的关键其实是以色列。当伊朗乱的时候，他就会去针对以色列，啊，那针对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会反击，然后呢就可以作为自己内部控制、掌控的一个这种对外团结的理由。然后呢，美国就可能会担心，那这个时候，当他已经到这种比较是没有办法再维持他政权延续的时候呢，他对以色列的报复可能就很强烈。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以色列自己也许会先出手。